有缘人又见面了。一些听众跟我反馈，自己特别想赚钱，想创业，但是不知道从何开始。我给的建议是，先找个可靠的东西卖起来，因为只有你开始真正的卖东西的时候，你才能真正接触到真实的社会，了解什么是钱、流量、生意、价值交换以及社会的各种规则等等。可你又想问了，我应该卖什么呢？总不能去卖屁股吧？当然，大家都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，自然也不会教大家违法的内容。不要急，慢慢听下去。听前先点赞的人，你会越来越有钱。首先，大家都是出来卖的，主要看你卖什么东西。有人卖自己的时间，体力劳动也好，脑力劳动也好，老老实实拿着每月固定工资。有人卖自己生产的内容，开店摆摊，或者接外包工作的不固定职业，写文字稿子做课程，按件收费，卖得出就有的吃，卖不出就饿肚子。有人卖信息差，卖想法，卖技术指导，卖一些不限时间地点的东西，甚至是能自动售卖、循环售卖的东西，实现真正的躺着赚钱。举这几个例子，不是为了比较谁比谁高贵，都是赚钱的，没有优劣之分。人想发财，应该选择收益最大的方式。滚雪球一样的复利思维是个帮助找到发财方法的好工具。当然，这个我们后面再讲。假如你是这么一位创业者，工作10几年，攒了点钱，不想再打工了，索性找了几个朋友合伙，开了一家小工厂。厂子有了，怎么赚钱呢？本来你打算赚些来料加工的钱，但名片发出去一沓又一沓，订单也没几个，根本养不活自己。怎么办？那就先自己生产吧。问题又来了，生产什么？你想，现在产品都那么同质化，我得做一些不一样的产品，打差异化，才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。好，想到这，你马上联系几位合伙人，说咱好好想想，找到一个没人竞争的细分领域，做出爆品，一炮打响。想啊想，找啊找，渐渐的，你开始绝望。怎么我能想到的，市面上都已经有人做了？一位合伙人提议，要不咱们咬咬牙做高端产品，把成本堆上去，好好包装一下，赚高客单价的钱。你一听，有道理。那咱们先拿出预算，采购高规格原材料，试着做高客单价。但越做，你的心越凉，因为你逐渐发现，这些高规格产品，行业里不是没人尝试过，但始终没人跑通。高昂的成本带来更高的售价，更高的售价就让大量的顾客丧失了尝试的兴趣。换句话说，你没办法说服顾客购买。原来不是没人做，是做出来卖不出去。好吧，你有点沮丧。说实话，本来也没想着做多大，做行业领先，做改革创新，只是单纯的觉得这一行好做，能赚点钱就来做了。可一头扎进来之后，经常是认认真真生产了，卖不出去。左思右想，最后不得不低于成本价便宜卖掉。这种情况其实很正常。今天99%的创业者做的产品其实都没有特别的壁垒。随着经济发展，越来越多的行业早已变成买方市场，顾客需求就是一切。当卖不出去的时候，之前的许多工作就变得毫无意义。你觉得接盘一家奶茶店
算是一个好的创业选择吗？应该挺难的。当奶茶店打算找人接盘的时候，一般就是开不下去了。自己开不下去，我接了盘，就能逆天改命吗？难。但是有位小伙子不这么想，他主动找老板商量，说自己愿意在这个转让价的基础上再加1万，但前提是1年后付款。虽然现在没钱，但我相信，在我的经营下，这个小店1年之后的收益应该不错。到时候把钱给你。那怎么做才能让这家小店起死回生？要想让它起死回生，首先得搞清楚它为什么死。一家奶茶店做不好的可能原因有很多，比如产品不行，比如服务态度不好，又比如地段不好没人来。左思右想，这家奶茶店之所以经营不善，地段不好的原因应该占了多半。线下门店也是销售渠道的一种，租金本质上是为了买从门口路过的客流量，获得和顾客接触的机会。没有销售渠道，接触不到顾客。你的产品再优质，服务态度再好，也很难派上用场。所以小伙子在接手奶茶店之后，立刻做了几件事，都和渠道有关。那时候还没有外卖，他就以奶茶店为中心，大量的向周边的商家、居民楼和写字楼分发外卖传单。顾客想点外卖，就直接打他电话，店铺接单之后就出餐、送餐。接着他又开始琢磨，小同学们爱喝奶茶，但是我离附近小学太远，怎么办？有了！每天中午，小同学们都成群结队出来吃饭，一吃饭就多半会经过一家小卖部。如果想办法把这家小卖部发展成销售代理点，销量自然不愁。于是他又找小卖部的老板谈，说我能不能在你这里卖奶茶，卖出去给你分钱。听起来还不错，但老板却死活不同意。这也正常，假如你是老板，一个小伙子突然闯上门来说你平白无故就能赚钱，你也会有疑虑，会不会想讹我？卖不完的奶茶让我买下来。所以他干脆直接搬了50杯奶茶过来。奶茶我做好了，就放在这里，如果卖掉了，钱对半分，卖不掉都算我的。老板这才勉强同意。可到了中午，50杯奶茶很快就卖完了。这下老板来劲了，说来明天继续，给我整100杯过来。就这样，奶茶店从一开始几乎要倒闭，到了一天8、9千的营业额，销售额突飞猛进。但这位小伙子并未止步，后来他创建了属于自己奶茶品牌霸王茶姬。是的，他就是霸王茶姬的创始人张俊杰。渠道能力几乎决定了创业公司的生死。理解了这件事，你就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品牌有着庞大的经销商网络了，比如娃哈哈，比如宝洁，比如耐克，又比如可口可乐。很多人觉得可口可乐的王牌是品牌，其实如果没有像毛细血管一样的线下销售网点，以及强大到不可思议的渠道组织能力，可口可乐很难做到现在这个业绩。所以如果你今天正在创业，请你一定要想好渠道问题如何解决，千万不要觉得酒香就不怕巷子深了。可是有了渠道之后，还远远没有结束。你可能还需要思考一件事，
推广怎么做？毕竟，渠道是帮你卖货的组织和人，推广是帮你卖货所做的决策和行动。比如，你的产品在大润发参与了1元换购活动，大润发就是渠道，而1元换购活动是推广。关于推广，也有一个案例。2014年，为了促成 App 在中国3、4线城市的下载，大众点评决定通过大量的推也即发传单进行推广。为了配合推广，大众点评也推出了5元团购活动，花5元看电影，花5元买原价20的甜点等等。如果这个任务交给你，你会怎么做？可能是雇一些人埋伏在地铁口、商业写字楼附近，见到人就把传单发出去，同时加一些话术。您好，我们现在有个下载 App 参与5元团购活动，您只要花5元钱就能看电影，买到甜点，能行吗？要知道，出没在商场或写字楼周边的人，大都神色匆匆，估计很难听你说完。发出去到真正下载的转化率也就因此很低，可能还不到1%。有人会说，嗨，发传单还有什么技术含量？不都是这么干的吗？发就是了，反正都不怎么看，有一个赚一个。但是如果有人说它能让发传单的转化率提高20倍到20%，你相信吗？真的假的？我们来看看具体是怎么做的。首先，他花了5秒钟吸引住了人的注意力。先送上一个大大的微笑，说您好，送你一个5块钱的快乐。然后递上传单，传单上也只有几个字，大概是5块钱的快乐，请扫码揭晓答案。这时候，顾客可能刚忙完，有点累，或者刚逛完街，挺高兴，一听有快乐，而且只要5块钱，还没来得及拒绝，手就已经伸出去了。拿过来之后，还需要扫码，那就扫一个吧。扫了之后是一个公众号，为什么不直接放下载 App 的2维码？这就是它的厉害之处了。要知道，那可是2014年，流量很贵，用户下载 App 成本很高，但关注一个公号就比下载 App 简单很多。关注之后，第一条信息就是大众点评5元团购活动的简介，这样当用户到了有 WiFi 的地方，就可以顺利下载。即便是当时没有下载，后续还可以通过推送信息来促成转化。就这样，不断地为用户设身处地着想，同频情绪，思考用户的决策成本，设计一条决策链路，顺利地把地推传单的转化率提高了20倍。听完这个案例，我觉得很感慨。虽然这个例子已经有10年之久，但背后的思考依然值得学习。因为发传单这个推广方式几乎人尽皆知，但是具体在哪发、怎么发，发出去的传单上有什么内容，却没有多少人认真思考过。这一系列思考就可以用推广3要素来解释：场景、内容、形式。场景就是你在哪推广，内容就是你打算传递什么信息，形式就是用什么载体。在商业写字楼或地铁口，通过发传单的方式推广，就需要考虑如何同频用户情绪，尽可能顺畅地完成 App 下载，精准地找到用户聚集地，用合理的方式传递信息，推广才会更高效。而推广的高效到了极致，就会出圈。我猜
你肯定不止一次刷到过各类劲爆的出圈新闻。出圈的背后是相关方的泼天富贵，惹来无数人羡慕。我也想让自己的产品出圈，营销出圈，有什么好办法吗？其实，出圈本身是个不可控事件。很多你看起来火出天际的内容，在做的时候心里也摸底。但是，如果你满足一些条件，出圈的概率就大了许多。什么条件？当时，逻辑思维做了一个活动，广告业逆袭，甲方闭嘴，不服来战。如果你是甲方，你就可以来报名，获得文案高手量身制作的创意广告。72个小时，就足足有1500家企业报名，火到出圈。凭什么呢？其中一条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逻辑思维的启动量足够大。启动量就是你把内容第一次发出去，能接触到多少人。有不少内容其实是有出圈潜力的，但问题就出在启动量太少了。所以，当你对这次的内容有足够信心的时候，或许应该想办法加大投放力度。还有个例子，相信你也听过，酱香拿铁。茅台加瑞幸的新奇组合，让这款产品迅速火爆中国。但有意思的是，接下来也有不少模仿者，也是采用了白酒加茶饮的组合方式，但没人能复刻第一次的热度。怎么回事？这是因为刺激度大大降低了，不新鲜了。第一次出来，大家很新鲜，但第二次、第三次出来，大家就觉得没意思，看过了。所以，如果你想要出圈，别人没干过这事儿很重要。最后就是转发了。美女跳舞，帅哥健身，很多人都爱看，但点赞转发的次数就相对知识类内容少了许多。为什么？可能是因为心理压力，不太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喜欢看。信息在社交网络的传播就叫裂变传播，裂变度不够的内容也很难出圈。所以推广之前，你可能需要考虑好，哪些用户在什么场景下，因为什么原因才会把你的内容转发出去。启动量、刺激度、裂变度，这就是出圈3要素模型。无论是渠道还是推广，亦或是推广成功到出圈，核心的理念就是卖货。东西卖不动，说啥都白搭。这或许也是你在创业转型之前要想清楚的特别重要的一件事。现在实体经济也不好做，很多人都跑网上做生意。很多新手其实不知道做什么，知道做什么又怕赚不到钱。如果你觉得网上做不好，不妨在线下人流量大的地方摆几天地摊，卖些便宜的小东西。去摆地摊是很锻炼一个人的，学习如何与同行和城管打交道，思考如何可以把东西卖出去，体验赚取差价的过程。更重要的是赚取丰富的经验，为以后的自己生意经铺路。赚钱并不是一件难事，只要你有心去尝试、去探索、去不断尝试，就一定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。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卖东西。问题都是走着才会出现的，不是从头就有的。无论你是摆地摊卖手机壳，还是在网上卖衣服、鞋子，只要你有心去做，都可以在自己的领域内获得成功。最重要的是，不要轻易放弃，不要害怕失败。只要你能够保持坚持和不断尝试的精神，总会在某一个时刻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。记得有次做生意，
我们做了一款新品，带着兴奋和期待去售卖，但客人却并不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热情。看着自己的货物在店里堆积如山，没有过多经验的我们开始感到绝望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在这个关键时刻，我记得我的朋友给我发了一条短信，他说：不要失去信心，我们一定可以克服困难。这句话打动了我，让我重新振作起来。我和朋友一起开始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。我们重新调整了价格和促销策略，准备了各种营销方法，开始了营销推广测试，终于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客人，店里的货物开始快速大卖。许多人害怕失败，一旦遭遇挫折就会立刻放弃，转而选择去工厂打工。创业赚钱是需要试错的过程，生命就是不断的尝试，赚钱也是不断的试错。这个时代，除非你做的是造芯片或者造火箭，这样真正的尖端科技，否则绝大多数产品本质上都没有极深的壁垒。是啊，我们当然都想做好产品，但可能因为很多现实的因素，把产品做出壁垒真的很难。比如资金、团队，又比如自身规模、产业类别。这虽然遗憾，但也绝没有错。请不要自责，也不要觉得消费者不识货。试着系统地学习一下，如何做渠道，如何做推广，如何把货卖出去。想办法把外卖做起来，说服小卖部老板当代销点，或许就能让一家奶茶店起死回生。思考好传单在哪发，怎么发，传单上内容怎么写，或许就能让转化率提高20倍。总之，先把东西卖出去，先让自己活下来。死磕自己固然值得敬佩，但有时候换个角度思考问题，也不失为一个好选择。另外还总结了一些小经验，希望对你有所收获。一、选择适合市场的产品。在选择产品时，要了解市场需求和竞争情况，多去看优秀的同行，学习他们，超越他们。二、寻找合适的销售渠道。在选择销售渠道时，可以选择线上和线下渠道，要根据自己的产品和市场情况，多去测试适合自己的销售渠道。三、现在的同质化太多，提高我们的质量和服务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。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销售，产品质量和服务都是重要的因素。要确保产品的质量和服务的质量，满足客户的需求和期望，才能走得更长远。四、起初眼光不要太高，先学会走，再学会跑。找个卖点，先跑通一个完整的流程，再做放大，这样更容易跑起来。很多人把这句话整反了，多想想，经验都是用经历锻炼出来的。其实，创业并不是只有天赋或者智商的人才能做得好，更重要的是勇气和毅力。创业中遇到问题是正常的，而且解决问题的能力才是真正重要的。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，不断的尝试和探索，办法一定是比困难多。一切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，毅力才是成功的基石。总之，赚钱不是难事，关键在于你是否愿意去尝试，去付出努力。只要你敢于走出舒适区，勇于尝试，就有可能在创业的道路上获得成功。记住，创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和付出，点滴累积，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。走着走着，
你可能就会发现前方的路豁然开朗。感谢你看到这里，这里是高阶思维频道。如果你感受到了收获，请订阅这个频道，我会持续为你分享和传递智慧。如果你有所感悟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与大家一起交流你的心得。期待我们下次缘分的遇见。